不休息。万事尽忠尽赐予，母娘将此珍宝齐。安阳应运两极化，人民正传中归依。京中敲响发音阵，四海五湖今朝义。崇德道场国际场，接轨台湾九定起。得此印证天命在，当知感恩报恩体。此乃正明大德法，正法正德正传习。主道开道人则福，继往开来得公平。大德敦化百岁福，宗旨传续不休息，不休息。好，欢迎收看马不停蹄，掌声鼓励一下。好，今天很高兴呢，还可以跟各位在这边相见。那其实不容易啊，原本这档节目不会播的，因为马经理原本想说啊，人生玩过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他想过1个礼拜之后，打给我们说，我觉得这个直播还是要继续。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想要啊，多传承一些前人辈的忠义精神给大家。所以他想要在趁他还有能力的时候，多讲一些他还记得的事情，不然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人讲了的时候呢，可能未来就听不到了。所以马经理啊，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精神留在这个世间啊，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传承一下前人辈的精神。那这个节目呢，叫做马不停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了很久啊，这个题目很适合马经理，因为就很像马经理的一个精神一样，从早到晚啊都在忙碌，到处传题，对不对？就像早上在崇德园看到道歉的时候要勉励一下，下午啊要到各地去开会议，晚上开班传题，有时候还要上台激励勉励。激励勉励什么嘞？法会1+1，办道1+1，还有我们的办务1+1。所以嘞，马经理就是这么的忙。所以嘞，这个马不停蹄就是干嘛？让大家知道这个题目会不断的传承下去，而且不断的换题目，让大家来好好的收看这个直播。所以嘞，这个就是马经理一整天的精神。所以嘞，我们现在嘞准备啊，也邀请到了马经理来到这个现场，所以我们用最热情掌声欢迎马经理出场。好，大家好。那么经过第一次的直播，得到很多人的建议，也得到很多人的回响，所以也就在大家的建议下，希望再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些专题报告。但想来想去呢，从第一集我们看到的有想法就有做法，来到了现在今天这个第二题。后学就感觉到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道亲，看这个节目的呢，在网上绝大部分99%吧，应该是我们的道亲，只有1%吧，应该是我们的社会各界贤达人士。既然都是我们各界道亲以及各组道亲，发一崇德当然最多。那么很多人就想到了，跟后学建议，可不可以聊一聊说一说各位前辈们的办道精神，也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每一个前辈在办道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他们的牺牲奉献，他们的一切，所以就决定了大家就想了个题目叫做马不停蹄，这个题叫做题目的题，
以后也欢迎全世界啊，我们各位所有的前贤啊，所有的道亲，我们共同来创造这个平台，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啊，什么题都可以说啊，我们大家把这个平台啊建立起来，有机会的话传到全世界，作为一个道音，作为一个道风传播的所在地。所以后学啊，也就先做一个示范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接受讲题里面所说的是精神，它并不是所讲的精彩与不精彩，是把很多的前辈精神啊，我们把它传流下去在疫情当中，有些国家还在疫情，台湾的疫情守得很好，所以就慢慢的活动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我们过了一个节，所以最近很多的新闻叫做过节，节关的节过节，节关的节。但是后学认为有2个字要跟大家说明，一个叫做节日的节，一个叫做节关的节。节日的节跟节关的节都是同音，但它意义不相同。我们很多人可以过很多的节日，像是大家喜欢过春节，年轻人喜欢过情人节，儿童喜欢过儿童节，再加上呢，我们很多的老人喜欢过重阳节，我们的祖先过清明节。但是怎么过节，它叫做生活的节日，生活节。今年没过，明年可过。有些妈妈过母亲节，有些父亲过父亲节。今年太忙没过，明年可以过。但是我们有一个节，他一生当中只碰到一次，哪一个节？结束的节，节关的节。这个节就是一年，只要一生当中碰到一次，我们就不见得能够过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快快乐乐的，但是当人生碰到一个很大的节关的时候，能不能够过关，那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我们就是鼓励大家生活节好过人生的一个节关要靠我们的功德力，希望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平安过关。就像这次的疫灾我们大家都能够跟疫灾无缘，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都还能够平平安安。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跟大家来说起了一个缘起，那应大家的希望，把更多前辈的精神来跟大家说明。在座各位的前贤，我们可以看到前辈们的典范，需要由我们这些后学们不断的去传说。最近我们谈到了天恩师德，天恩师德有3个面向，一个叫做口说，大家口说天恩师德；一个叫做心想，大家都想在心里面；一个叫做身行。现在的天恩师德也好，前辈们的典范精神也好，传承的精神也好，现在很多的道亲见不到了我们的前辈，我们必须靠同修不断的口述，不断的去传播，到底是要口说心想还是身行。所以后学认为，我们要大家不断的传递口说天恩之德，口述我们前辈们的办道精神，口说我们的传承精神，口述我们前辈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但是我们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会身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倡，我们不断的说明，我们不断的提倡，让真正身心都能够合一。所以今天呢，就以这个精神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在座各位前贤，很多人问了一个题目，叫做道的尊贵是什么？道的尊贵，很多人都把道的尊贵讲法有很多不同的说明，显化啦所谓的很多的不同的解说。但是我们讲到道的尊贵，最经典的一个道的尊贵是谁说的？我们白水圣地老前人在福山，他老人家健康之人讲了一段话，众道亲向老前人说：临老道尊贵。老前人反问了一段话：道的尊贵是什么？众后学们在那个福山上就跟老前人说，一点超生啦，所谓的什么什么显化啦什么样的讲了很多。老人家讲了一段话，这些都是后段。当没有牺牲奉献，哪有道的尊贵显现？没有真正的牺牲奉献，老天怎么会应运在人间，不断的有这些所谓的神奇显化的故事在人间不断的应运。所以老前人讲，道的尊贵真正首先要看牺牲奉献，谁牺牲了谁奉献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了每一个来在台湾的前辈们都是漂洋过海，都是在那个年代里面，你看在30年代240年代，在我们整个环境最困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从各地
翻山过海、漂洋过海、翻山越岭来到台湾，那一种都是牺牲奉献。哪一个人的家世不好？你看我们白水圣地的家世开大工厂的经理，你看我们前人不修习不操的身世，贵为千金富贵人家。你看我们所有的前辈来开荒的，哪一个不都是身世非常好，并不是来台湾享受的。那个时候在70年前、70年前以前的台湾，那是什么台湾？那个时候台湾还在发展中，甚至可以说是在非常辛苦的农业生活中，哪有那么好的环境可以来享受？但是来到台湾，到了全世界各地，不只是到台湾，各族各县在30年代的前辈们就走到了世界各地，那种都是为了开荒啊，那种都是舍家抛业，放下了自己的所有拥有的一切亲情以及我们所谓的富贵家庭，到了为了众生，所以他们来到人间各地，所以老前人讲道的珍贵，首先就是一定是要牺牲奉献。所以后学也认为用这个开题来跟大家说明，我们想办道，那大家一定也要做到牺牲奉献。我们现在的牺牲奉献都不如前辈了，前辈的牺牲奉献都是舍家抛业，都是怎么样为生命抛，可以说是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那种精神。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心灵上我们的身修上可以做得到，那就好了。所以给你们看，我们大家来看一个图版，在那种环境下的前辈可以展现前辈们办道的节操。我们可以看到了穷途末路、高官厚禄、枪林弹雨、心胆俱裂，也可以讲天崩地裂。哪一个前辈没有走过这个阶段？但是他们却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不断的在办道这条路上，永远的为了后学，永远的为了悼念，永远为了我们的使命，永远为我们自己来自上天的愿力，永远没有忘记。所以在座各位的浅显，这就是前辈们修道人的志节，没有受环境影响而半途而废，没有受因为环境的影响而离开了自己的来自于上天的愿力跟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跟大家再讲一个引题，为什么叫做忠义的忠？那个忠不是就是一个忠跟心的结合吗？忠不是有一个忠心吗？前辈们为什么能够始终如一，忠心耿耿的以愿力为忠，而且永不改变？要不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心思想，后学相信这些前辈们不可能一辈子就是受苦受累，拿着生命的危险，甚至有些是在所谓的结关当中，他们可以不改变其志，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来自上天，相信上天，肯定自己的愿力，所以他们即使碰到结关也不会改变自己，即使碰到困难了也不会所谓的放下自己的愿力，而半途而废的不在人间行自己的办道宏愿。所以在座各位浅浅，这就是什么志节。所以我们用前辈们的志节，用一句话来把它做结束，那叫做愿力撼天地。哪一个前辈的愿力真的不是惊天动地来到人世间办道的？所有的前辈们从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到全世界去，哪一个不是愿力撼天地？所以用我们现在的愿力来跟前辈们的愿力做相比的话，我们应该讲有点汗颜。这个道场是前辈们牺牲奉献打下来的，这个道场有今天这么多的道圈能够修办，是前辈们一手把我们拉拔上来的。但是他们把我们拉拔上来，但是他们是经过多少青春岁月，走过多少人间的劫关，而且还不放弃我们这些在人世间的道间。所以各位在座的浅显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几位前辈的修办精神。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先来谈谈是谁的精神呢？那就是我们白水圣地老人家白水圣地，当他老人家决定舍家抛业，决定奉师母老大人的命来到台湾的那刹那，各位浅显可想想，那种决定踏出台湾
踏出家门那一步，决定带着众位前贤们、前辈们、同修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70年前的台湾，那种在心灵上要多大的一种所谓的愿力表白。我们那时候对台湾来讲，前辈们对台湾是陌生的，对台湾来讲只是一块土地，但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熟悉的国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叫多大的一份愿力。所以来到台湾，他们所想象、所面对的更是困难种种。你看我们的白水圣地老前人到了台湾，在环境困苦中要自己生活，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愿力，还要维持更多的同修的生计。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环境，还要在当时候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下，还要走进还要走进警察局，还要再走进很多所谓的不了解的所在地让我们的老前辈去受苦，让我们老前辈们去受累，让我们老前辈在里面接受很多心惊胆跳，叫我们老前辈们都不要办道。你看我们老前人在当时候的这些所谓的监所里这些的长官就对我们老前人讲：老先生，你真的不要再办道了，我看你很实在，你不要再办了，你不办我就放你出去。老前人在那种情况下面对的是结关，也许一不小心可能就踏不出来那个所在地。老前人那种忠肝义胆，那种对天的浩然正气，就对这些长官说：长官啊，你叫我不办，不是你叫我不办我就不办了，办到的主权在天啊，不在人啊，我还是尽我的本分，不是你叫我办我可以办，叫我不办我就不办。各位在座的前贤，有时候在面对强大的压力下，还能够用浩然正气去面对这些话，要不是真正有一个强大的愿力及对中心思想不变的原则下，各位前贤没有几个能够过关呢。老前人一次又一次的走过劫关，一次又一次的三进三出，当时候的所有的环境面对，那种都是在受苦受难中，生命的危险中，但是没有放下自己的愿力表白呢，永远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尽心尽力的。所以在座各位前贤，所以看到这些前辈，我们真值得什么？值得学习。老前人讲一句话：即使今天走了我一个人，还有更多的人一样会办道。即使走了一些人，还有更多人会体会我们道的尊贵，来到人间，我们还是会怎么样奉行我们的愿力。所以各位前贤，那就是多少前辈宁可牺牲自己，他们不停止自己办道的愿力。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老前辈们的精神，我们大家都应该值得学习。老前人就是在台湾这一辈子60年的岁月当中，走过了苦难，历经的血汗，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办道的原则，也因为坚持，才有今天的发医单位走遍了全世界，才有更多的道亲能够体会到，在劫关当中，我们还可以修行办道。所以我们应该真的感谢老前人，在这一老人家牺牲奉献当中，在愿力强大的愿力下，他老人家永远没有放下过我们。所以在座各位前贤，所以这些前辈有一句很重要的观念，对，就是不惧。前辈要我们的完成使命，老人家们不抗拒，但是面对环境又不惧怕。所以前辈们的精神，我们应该从这几句话里面，把它永远刻骨铭心的记在我们心里。不惧，我们不拒绝前贤们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害怕去接受任何道场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学前辈啊，我们对那些前辈，每一个前辈离乡背井，在最艰苦的环境当中能够开出道悟。现在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场，我们的道场非常非常的丰源，每一个组织的道场都非常的宏展。我们能够做的都是一些小事了，我们最多是开道。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因缘，各位在座的前贤记得，我们不要拒绝前贤们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更不害怕我们所担任的所谓的任务完成前贤给我们的交代，完成我们来到人间的愿力。所以这叫做不惧甘不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惧，那么老前辈们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永远割舍不下的，就是对自己的后学不离不弃所以开荒开出来了，到现在不离不弃，那才是关键。在劫关中
有一次有一个点传师到了崇德园，他来礼敬不休息菩萨，完了之后后学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跟后学说：“点传师，我要到缅甸去了。”我说：“这个时候结官你去缅甸干什么？你就在台湾好好的充实自己，疫灾过后再过去不好吧？”他讲了一段话，让后学很动容。他是一个一心清净的学菩萨精神的修办中人，他就讲：“点传师，我大概有50年的岁月，历经了50年的岁月，经道场的栽培，我有一点点机会，前贤给我的因缘，叫后学到了缅甸。我在缅甸跟这些道星相处也20年了，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我离他们而去，我还是要飞过去与他们相处在一起。”在座各位前贤，只是一个点传师，他对他所开放的地方，他就产生了那一份的对道亲的情感，不离不弃。那就更不要说在60年来，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前人，在结关当中一关又一关，在难处当中一处又一处，永远想的那就是个人的使命，永远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后学，他们不愿意放下后学，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后学，在困难中离他们而去。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习这个精神，对使命不惧不惧，对我们的道亲不离不离不弃。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前人到了94岁的高龄，白水圣地，我们的老前人健康之年94岁还要出国呢。我们现在只要稍微出国一下稍微劳顿一下，大家就会哀天叫地的。你看我们那个老前人94岁，那一种的精神神采奕奕，那就是今天为了众生不离不弃，哪里有需要我就过去，哪里有需要我就出门。这就是前辈们今天始终如一不变的中心思想，永远对着上天，不变的愿力让我们正动容，所以叫做愿力撼天地，我们应该学习。第二个我要来谈谈，那就是基础组的张老前人。张老前人与我们白水圣地老前人同属一个年代，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抛家舍业，也是放下了一个很温暖的家庭，就到台湾来。张老前人最让人家动容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办道会被抓，我们在那个时候环境叫30年代，在30年代的台湾，在那个过程当中，社会还在非常的所谓的紧张当中，我们对宗教也好，对道场也好应该讲很多人不了解，所以这些只要办道的前辈，又来自于我们所谓当时候的各地而来，语音上来讲的都是国语，都不是当时候的地方语，叫做闽南语。所以那个时候过程当中环境又紧张，所以过程当中只要办道的人，一般来讲都会被关心。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张老前人就不影响自己的家人，他认为我可以牺牲我一个人，但是我不牵涉我的家人，我要保护我的家人，所以他可以自动的来跟自己的家人申请断绝所有的因缘。也就是说，只要我个人的办道是我个人的事，我跟我的家人跟我无关。那种都是为生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连亲情都全部割舍，就是为了一个众生，为了一个道情。在座各位前贤，这种的忠于自己的愿力，忠于自己的职责，这就是这些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典范。我们应该要学的就是这个典范。白水圣地牺牲奉献，张老前人怎么样牺牲奉献？他那种牺牲奉献所展现是道的节操所以在困难环境中不害怕办道当中永远不退却，面临生命的危机当中永远不低头，因为想的就是回天，想的就是愿力，看的就是自己的道情。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后学们应该传述的一些语言吧。这就是后学要跟大家讲的，连老前辈们都这样的牺牲奉献，都是在生命结关当中所面临的问题。接下来我要再谈一位在台湾的本省的老前人宝光玉川的王老前人。你看在民国60年代的那个阶段办道，刹那中就被请去问话，一进去就没有出来过。
所有的众候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都惶恐。我们的前人进去了，老前人不在了。老前人一手担起了当时候外界对他的不了解。他说：“这是我个人办的事，办到是我个人，不要去牵涉到我的后学，不要去影响我的道亲。有过我一个人担，如果有事我一个人受。所以你看那个老前人已经在结关当中啊，在监所里面受到生命最大的一种所谓的考验，他还是一个人承受下来这份的所谓的勇气。不要对我的后学啊，不要针对我的道亲，这一切结关都是我个人承受。在那种结关中，老人家没有退却的，他没有说好那我停办，他老人家没有说好那我休息，没有呢，他一个人就接受下来了。跟白水圣地，跟张老前人，他们这些前辈哪一个不是在结关中没有停办，永远续办？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真的这就是忠义的什么道风，给人家感受到真的很感人的画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起这些前辈啊，或许都会不断的传述。我们现在假设是我们换个环境，该我们来了，该我们了。我们面对这种结关，在警所也好，在生命的关键中也好，我们会怎么回答？你不办，我给你出去啊！你再办，我把你关到你出不去。这种情况是我们是要妥协，还是我们为了愿力可以牺牲奉献？我们有时候会反问自己，在这种结关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才感受到了那种不惧不惧、不离不弃的那一份的忠义精神啊！不惧不惧是对使命，对众生不离不弃是一份义啊，忠义的义啊，那份义永在人间，让众生动容，让后学们感动，那真是才是我们说的。第四位后学所要简单表达的，是我对我们最敬爱的前人不修习菩萨，老人家以千金之躯啊，学菩萨的所谓的愿行，离乡背井到了台湾，一位坤道啊，要学菩萨，那要受过多少的考验，多少的折磨，在监所里面也被关，出来还要为了生活自己怎么样养活，还要再走过半道中所有的关考，还要面对思乡的情绪，还要面对语言不通，半道困难的环境下，他老人家一样没有退却。所以有人就问我们的不修习菩萨前人说，您老当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愿力在办道？老人家就回答了一句话：假设真正回天了，也了愿还乡啊；假设还留在人间，那就是我与台湾的众生使命未了，因缘还在呀。我回天了啊，我回天交旨了，我愿了还乡。我还留在人间，那就代表老天要我留在人间，还有我的使命未完。我要跟我的众后学，我跟我的道亲，跟我有缘的人，我们还要在人间继续行前人后学这份因缘跟善缘。所以这是我们前人老在当时候前人老讲了一段话。那种困难的环境，很多人就感觉到回去就走了吧，也是了愿还乡。老天没有让一个有志向的人简简单单的就回天了，反而在人世间走过了苦难的路，走过了难行的路，走过很难忍受的路，考验着一个大菩萨在人间不离不弃众生的重重考验。这就是我们的不修习菩萨，也就是我们的前人。所以你看，我们的前人有时常讲一句话：忠于上天，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自己的忠于自己的使命。这就是忠啊，忠于自己来自于上天给的愿力，终于来到人世间自己应该有的使命啊！语言不通，慢慢的学说啊，在最困难的时候永远不停办，永远就是以一份精神啊，以自己有缘的道亲后学相依为命，继续在人间全力投入付出，所以才有今天发一崇德海内外的大道场。所以这都是我们老前人们啊，以及我们各组各县前辈们他们的风范跟典范，随时可以为了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的道场在60年代慢慢的已经走到东南亚，甚至开放到欧美各地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道场还让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认为我们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合法宗教，
还是一个很合法的道场。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台湾办道真的很辛苦，这些前辈们永远烦恼的一件事，道路越来越红展。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后学们跟着我们修办道，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一个立场？不要永远讲不清楚我们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道啊！所以人家都说我们到底是什么道？我们是一个真正办道的人的道啊！我们不是一般所谓的宗教性质，但是要得到政府的肯定啊！政府要来肯定今天办道的人呢。但在那个环境下，我们的前辈们都还要跑警察局，在社会的舆论当中对我们还不了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道的正名分走到全世界去呢？所以有一次不修习不上啊，不修习不上，到了新加坡也好，到了我们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也好，那个时候再讲到天恩寺的时候，讲到这些前辈受苦受难，讲到老前人前辈们大家牺牲奉献的时候，那座道亲们不见得明理啊。就讲一句话，如果这么辛苦就不要来了嘛，当场这么辛苦就不要来了。第二个，甚至有人当场对我们不修习菩萨讲一段话，假如对我们不修习菩萨，当时大姑讲，如果在台湾合法化，你们再出来；如果不合法化，你们就不应该出来办道，因为你们办得到，在台湾政府都没有肯定你们，怎么会走到国外来办道？那种语言永远刺伤的每一个前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啊，这些你看我们的白水圣地老前人，我们的基础的张老前人，智德大帝，包括的我们不修习菩萨，所有的各位前辈，就决定我们是不是在台湾，给我们这些众后学们一个很好的办道立场，政府给我们一个正名分，大家就联署啊，立法院的几个立委帮我们做联署，张老前人。当时候看到大姑联署第一个名字上去的时候，张老前人就对大姑说：“大姑啊，你为什么要联署？连我们来就可以了。今天这个名字上去，我们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的。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真的感觉到也很紧张。大姑讲一段话：我今天的联署是为了我的后学，给他们将来有一条路可以好好走，可以坦坦荡荡的说，我们的道是救人救世的道。”我们的道是来自于上天，真正是一个什么真理的天，真理的大道。我们让我们的后学们理直气和的不敢讲理直气和的光明正大的浩然正气的说，我们的道是来到人间救人救世的，来真正来怎么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我们不敢讲说做到普度众生，至少做到我们说我们在为人间做服务的那一种情况下签了名。都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那种的义都是为了众后学，那种的情都是为了保护后学们，在将来的这个国际社会上，在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中都有个立场。在座各位前贤，所以这段路走到现在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讲到这地方就会感觉到比较动容。要不是有这些前辈大家愿意拿着生命。不知情况下或生命还在不在，愿意怎么样？愿意用牺牲奉献，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道场，来保护自己的后学，这种忠义的精神呢，各位在座的真的值得我们有机会，应该不断的是什么？不断的去传说。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各位前辈的牺牲奉献，来到台湾虽然受过很多的辛苦。留下了很多的血汗，很多的前辈也因此受到了很多的刑罚，但是总算到最后在70年代政府真正了解到我们这一群办道的人无所求，就是一份愿力要来为人间社会服务。我们用一句我们的语言，要为了度化众生为了让我们的国家社会每一个国家。所以你看，我们到的宗旨，前辈们到每个地方，第一句话爱国重视，好好的所谓的爱自己的国家，好好的爱自己我们当地的人民，好好的为人间社会做服务，那就是一份愿力来到人间不变的职责那是多么感人的画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不离不弃众生的一份善因缘。讲到义来讲，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做总结，一个结束。民国84年，1995年
当前人老在新加坡一不小心受到了所谓的风寒，所以那个时候老人家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非常非常不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就直接送到了新加坡的医院去做什么？去做所谓的休息。但是那个下一站行程是要到印尼去开个大佛堂，但是医生已经告诉前人说，你不能再坐飞机飞到印尼，你应该在这边休养几天之后回到台湾好好保健。但是印尼那时候那个大佛堂将近有2000多人哦，2000多人，一直要等着前人去设坛，所以当地点传师讲师知道前人老在新加坡住院，已经没有办法来到了印尼设坛，所以他们就专程来到了新加坡，请前人好好休息。但后面加了一段话，请领导保重。不过好多的道亲啊，看不到领导会很伤心。你叫前人休息，你还要再加一句话，看不到领导会很伤心。老人家听到这句话，3更半夜，那个时候是在病房当中呢，把所有随驾的点传师全部叫起来，讲一句话：明天出院，我们就买一张机票到印尼去，不要给2000多个道亲啊，因我而难过，要么苦我一个人，让各位道亲喜欢对道的诚心，对自己的前人的一份敬意啊，不要给他们难过。我们飞过去，隔天早上众人怎么劝前人，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前人说我们飞过去，我们一定要过去，不要给2000多个道亲难过，我一个人苦没关系，飞过去。医生要我们的前人在新加坡的那个主治医师要前人写下生命切结书。董事长，你如果要出院你写切结书，你一离开本院，所有的生命的安危跟本院一概无关。所以话说实在的，当时候的前人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他老人家必须戴墨镜，他老人家必须戴着口罩，因为老人家眼睛可以说是在整个面容上神经发炎，所以眼睛有点感觉很不舒服，所以眼睛都是很不舒服，嘴这个整个面型都有点所谓的有点所谓的发炎的状况下，当然这么解释你们应该明白，都戴着口罩戴着墨镜，还是一定要飞到哪里？飞到印尼。到了印尼也没有讲话，但是2000多位的道亲看到前人来，在机场全部深度鞠躬。到了佛堂里面，老人家没讲话，只是也没把眼镜拿下来，也没把口罩拿下来，就是给他们拍个照，挥手2分钟。这就是我们的前人这就是前人。他老人家苦一个人没关系，忠于自己的职责，让道亲们能够让大家不要失望。这就是我们今天什么我们的前人的一份的精神。所以在座各位前贤讲到这个忠义道风，那我们的道场叫做忠义之班，我们的道场叫做忠义之班为什么前人老会选忠义之班这2个字呢？他老人家就讲，我们来到人间一定有使命，这个使命是奉天而来，所以我们要忠于我们自己的愿力，这个使命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一定要忠于我们自己的愿力，我们要忠于我们自己的使命，所以中心思想不能够改变。所以他老人家所建立的道场，就希望每个人都学关圣帝君的忠，那份忠一定要怎么样，始终不变为了众生，为了愿力，再苦再难，绝对不能够改变自己的修办原则。所以你看我们的前人为什么讲1天当作3天用？所以老人家有一句名言呢，他为了我们的众生，为了他的后续有一句名言1天不办事叫做浪费生命1天办2件事叫做休息呢，办2件事叫休息呢，1天办3件事叫做正常呢，1天办4场道事还叫做加班呢。所以他老人家1天办1场，讲1节课，那叫做浪费生命。他老人家为了我们的道务，可以说1天拼1天当作3天在拼。这就是前人们的每一个前人，不只是我们白水圣地，这个不只是我们的所谓的不修习菩萨，或许相信每一个祖先的前辈们都是这份精神，用自己的生命去铺成自己的道务。所以他老人家在养病过程，在保健过程当中他老人家在保健过程当中永远口不离3句话，哪3句话？练道场。他老人家已经在台湾保健过程当中没有飞出，已经没有办法飞出去，但他老人家口中所谈的都是练道场，又是日本，
又是新加坡，又是吉隆坡，又是阿罗斯达，又是泰国，又是所有的我们海外的所有的道务中心，他老人家每一天都要练一次，偶尔都要提出来讲一讲。好久没有到纽约了，好久没有到洛杉矶了，好久没有去西雅图了，好久没有到旧金山了，好想再去回到哪里看看大家。他老人家就是永远在想这些事啊，他练练道场，但是他没有飞出去，老人家没有飞出去，还要练练道务，不知道他们办得好不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步，现在有没有每个人修的比较进步。他老人家永远在保健当中，永远没有忘记过他的后学，最后他永远会点名，点各国的道亲的名字，不知道他现在好吗？他也老了，不知道健康吗？他现在正好办，不知道办得好不好。所以老人家在保健过程当中想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恢复，想的就是练练道场，想的就是练练道务。大家办得好不好？因为办得好叫做功德，大家修得好不好？练练大家。所以练练道场，练练道务，练练道亲。所以有时候在他老人家身边呢，真的看到就是感人。各位在座的前贤，你看老人家住院，看到医生就渡人，看到护士就渡人。他老人家讲一讲，你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渡你啊，我心里过意不去。你们今天晚上去求道，对我们好，老人家说你们对我这么好，董事长叫得这么亲，姑奶奶叫得这么亲，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叫你们求道，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要叫你们去求道，我要你们今天晚上去办道。在座各位贤贤，前辈们受尽苦难，永远不改变自己的中心思想，忠于自己的天职，忠于自己的职责，对所有的众候选们不离不弃，那叫做真正的义啊！接下来跟你们谈一段另外一个典故，那叫做为什么这些前辈们都这么认真在办道呢？最近有一个道亲因为疫情的关系从海外回来。海外回来之后就留在家里，他也是个很诚心的道亲，勤口道亲的孩子，二代孩子二代。他看到爸爸妈妈每一天晚上都这么晚回来，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爸妈，你们真的晚上都要这么晚回来吗？你们不能够早一点回来吗？”他爸爸说：“道场这么忙啊，不然怎么办？”孩子也就没有话讲。第二天又很晚回来。他要对他爸爸妈妈说：“爸妈你们真的办那么晚才回来吗？不能够早点回来吗？”妈妈讲：“有什么办法？道长那么多事，我们还是为了办道啊！你长大了，好好照顾自己。”第三天，爸爸也是很晚回来，他还问爸妈说：“爸妈，你们真的要这么晚回来吗？一定要那么晚回来吗？不能够早点回来吗？”他爸爸妈妈很蛮讲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啦，道场的事那么多啦。”爸妈就是还要办道啦，孩子们永远不放弃，问他爸爸妈妈的答案。第4天了，经过第4天晚上回来，他妈妈就说，孩子还会问我们为什么又那么晚回来他妈妈就讲，这是我来回答。孩子这就问妈妈了：“妈，你真的要这么晚回来？为什么不能够早回来？”他妈妈讲一句话：“孩子，我们在台湾用的币是什么币？台币。你在大陆用什么币？人民币。你到日本用什么币？日币。你到各国有各国的币。你爸爸妈妈现在在赚天币，以后回天好用。”他的孩子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给他爸爸妈妈90度鞠躬，跟他爸爸妈妈讲一句话：“请爸爸妈妈多赚天币，以后我们好用那就爸妈辛苦了，以后孩子们就不问你爸妈你怎么这么晚回来，越晚回来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币。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训文吗？那叫做功德银行存满满，弥勒存折怎么样？功德银行怎么多存一点天币。前辈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段办道，在人之间办道过程当中，不就是鼓励着我们行功了愿吗？在座各位前贤行功了愿不就是在存天币吗？行功了愿就不是就是我们为了自己来到人之间的愿力，有一天总要了愿还乡嘛。所以用这个妈妈的话来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接近，那就是在人之间所做的，他妈妈讲：“孩子我在为你们赚天币。”从此之后，这个孩子永远就看着爸爸妈妈回来，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不断的拍手：“爸妈，哇，好棒哦！今天赚多少？今天赚多少？”所以各位前贤，有时候也问问自己，我们的天币赚多少我们没有所谓的名相当然这是孩子们不了解父母孩子们不了解父母所留下的
工作。所以我们各位在座前贤，好好的努力一下，这样好不好？好好的静心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修习菩萨，他老人家就谈到了啊，这是我们未来一系列的主题啊，跟大家讲，我们的前辈们不仅是忠义啊，老人家们还是什么用忠恕的精神来到人世间给我们做典范。你看当时候在台湾的政府对各位前辈们呐，有很多的所谓的误解，甚至有很多对前辈们的不了解，对我们的道场啊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当我们的道场国家给我们一个正名分之后，你看我们的前辈们都怎么讲？今天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不要带着什么，不要带一位怨恨的心。感谢国家社会对我们的认同，我们的道才可以走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的不修学菩萨永远讲，我们不仅要忠于我们的国家，我们还用我们的术道对于我们的所谓的道亲每一个人都要用术道去帮助每一个人换一点小错给人家机会有一点不对给人家怎么改过。所以我们的前辈最重要还有一个精神叫做忠恕的精神，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有机会了再来跟大家怎么样，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忠义的过程当中，最后我们用不修习菩萨讲的什么叫做敬意。各位在座的贤贤，不修习菩萨老人家讲的敬意，那叫大者救众生我们就是为了众生，我们没有为了谁。来到人世间，所有的受苦受难受累，我们就是希望跟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得救，在苦海当中能够救一个帮一个是一个，助一个是一个。所以我们的不修习菩萨说，最大者是什么？救众生。中者是助同修我们中者是同修。所以不修习菩萨老人家有一段很棒的语言，看到众生沉溺苦海，你何忍不救？看到我们的同修被你困住，你何忍不助？所以你看，众生要救，同修要助，这就是什么情这叫做真正的义，义真的很关键。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第三个是什么呢？小者要度自己。在座各位前贤，所以我们大中小，大者度化众生，中者度同修，小者我们不能够做很多事，至少把自己怎么好好的修好。这就是今天在这个所谓的忠义这个过程中，讲讲前辈们牺牲奉献，说说我们不修习菩萨及各位前贤对众生的那份义气始终摆在第一。老人家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在现在的结观当中用不修习菩萨老人家鼓励我们的一句话来互相共勉。各位同修，办道一定要度化众生，当我们不能够度化众生，我们没有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那个时候老前人为什么他老人家没有放弃愿力？警察对老前人说，老先生不要办好不好？拜托你不要办，你那么善良，你不要办。老前人讲，我要办，我不能不办，因为老天奉予我的使命，我要完成。在那种结观中还要办，我们现在是在太平天年当中呢，全世界都在太平天年，但疫灾过后了，疫灾过后了。但是如果疫灾过后都是太平年，请问各位前贤，为什么我们不办到？为什么我们不度化众生？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最后用度化众生的3句语言，我们的法会要到了我们的法会要到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学习前辈们的度化众生精神。我们有3句话一起，我们共同学说：给众生一个护身符，给家人一个平安符，给我们自己的祖先一个功德符。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前辈们牺牲奉献到台湾来度化我们，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大牺牲大奉献，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开口度化众生？前辈们来到台湾，生活苦，精神苦关考连连，而且所谓的生活紧张，因为要躲警察要躲很多的苦难，那种情况下见到众生就开口度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度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开口？所以说，在座各位前贤，看到众生记得度化他，给他一个机会，所以众生因我们得救，我们也才会因为众生而成就。我们不度化众生，众生没办法得救，我们就没办法成就。菩萨是因为有众生成菩萨，众生是因为有菩萨而得救，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相辅相成，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看到前辈们牺牲奉献、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可以说为了度化众生，再苦再累都在所不惜，再远再累，老人家都飞得出去。各位在座的前贤，我们崇德不休息菩萨，他老人家有过程当中有一段，他老人家很怕坐飞机呢，一上飞机双手都要搬在前面的坐这个机椅上，一有动的话，那只手就是一只摇，所以坐在老人家前面的永远都是坐的不太安稳，因为老人家的手会搬着那个前面的这个所谓飞机上的那个椅子上，所以我们以后坐飞机前面都坐自己的人呐、老人家就是怕坐飞机啊，震动起伏老人家怕，但是为了众生，现在再远老人家都已经不怕，在当时办道过程中，一上飞机，生命随遇而安呐、随天吧，由老天安排吧，眼睛一闭啊，就怎么样，就进入梦乡啊，生死啊就由天决定，做到最后，你看看一年要坐多少次的班机，从怕坐飞机到每一年要赶多少的飞机，来来去去，这就是我们前辈啊，这就是我们前辈。有时候他老人家为什么一天要赶坐3场？因为所有的地方都需要见到前人，要看到老前人，所以宁可自己在车上吃便当，也不愿意怎么样享受一餐好好的安顿的所谓的餐点。这就是办道的人，都是为了众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决心啊，也要有个愿力，那就是看到众生可以开口的一定要开口。所以我们要给众生一个什么福啊？护身符。我们的家人最重要，家人一定要平平安安。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各位前辈来到台湾办道，当时候都是一家一家的普渡呢，一家一家的渡呢。为什么要渡？家人要能够平安，所以给家人一个平安符。所以我们的家中还有人没有求到，各位在这里填写度家人吧。啊，他不一定跟我们修办道，至少一定要想办法跟我们一起什么来求道。最后给我们的祖先一个功德符。我们在道场牺牲奉献办道，不是都有这句话吗？九贤七祖可以沾光啊，我们可以上报我们的父母啊，给他们健康，下佑我们的儿女都能够平平安安。那现在我们不就是在做这件事吗？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有今天的道务，有今天的道场，有今天修行的环境。首先各祖各先感谢自己的前辈，牺牲奉献，受苦受累，流血流汗，奠定的道场，才有今天众后学可以修行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所谓忠义道风里面先从这个前言啊，这个前提啊，讲几位前辈的精神。而后如果还有这个题目的情况下，我们再来把它细说一些故事呢，让大家明白。最后总结啊，天必多赚，存满满，功德银行啊满载啊。今天这个忠义道风啊，只是介绍几位前辈的一个重要的所谓的办道事项啊。总结就是在那句话啊，抛头颅洒热血，愿力在扛在肩上，道义行在人间。为了众后学，前辈们不离不弃；为了使命，永远怎么不惧不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前辈啊。接下来好像是要 Q&A 是吧？那敬以慈悲，刚刚在过程当中有一位前贤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位前贤非常有心，他这个问题问了5、6遍。他说：“请问马经理，设公坛的条件是什么？那需要多少人？”因为今天是在做直播，也有很多主线在看，也有一些社会人士。当然，不同的主线有不同的佛规条件啊。现在后学所讲的就是我们崇德，设公坛的条件，原则上一定要有清口人才，一定要有清口。那么15位为标准啊。当然，这里面还要看当时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够差距太大，所以标准来讲15位最好。一个公坛有15位啊，刚好才有10组运作的可能性。但是一定要有清口人才，没有清口者不能够成为什么设坛的条件。但是有几位清口啊，有几位没有清口怎么办？没有清口的都是副坛主，所以组成为我们现在的公共佛堂。这是我们崇德啊，各主线有各主线不同哈。好，那第2个问题，如何让忠义道风持之以恒，落实在道场修办和运作当中，更彰显道的尊贵？
我们现在在道场修行啊，很容易呢。你按照道场体制在做，你永远是在综艺架构的体制啊。道场永远是引导我们的道亲走上什么修办这条路上。你心不变，你跟在道场在走，就是行在修办的这条路上，好吧？忠于自己的天职啊，忠于自己的天职，担起自己的责任。道场给我们的责任，不要去拒绝，那也不要害怕去承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道场讲三师啊，财师、法师、无畏师，但是我们都把那个无畏讲成无为师，真正的师叫做无畏，不害怕。所以我们在道场，各位在做前显，走在跟着道场走，永远在忠义的行列里面。因为只要大家坚持自己的愿力，不变哦，要不变，中心思想不变啊，不能够改变啊。对我们的同修啊，大家互助啊，走在道场的体制内，你就已经行在了忠义道风当中了。所以这个道场是前人创造，是老前辈们留下，我们都沾光，但是不要改变，跟着走就对了啊。再来。结束。那最后马经理有什么话想要勉励在座各位前贤？各位在座的前贤哈，办道不能够停止自己的脚步，办道绝对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每一个人的愿力啊，都不能够停止下来。能够办的，我们要多办啊，我们互相鼓励啊。能够说的，我们多说啊；能够度人的，我们多度。当然，在修办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自己的修行。修行在个人啊，办道在团队。所以我们发一崇德也好，各主线也好，团队的办道力都很强。现在在乎的是自己要跟得上脚步。所以今天为什么用忠义道风这句话来做勉励呢？那就是把老前辈们的精神稍微一些典范啊，透过今天讲的一个大概，而后如果还有其他的忠义道风这个系列，就会针对每一个前辈他们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会讲得更清楚，说得更明白。总结来讲，今天也只是一个开头啊，把几个前辈的重点说明而已啊。而后如果还有时间，再开这个所谓的不停题啊，不停题啊，就有机会来更讲述更多前人辈那么更多的办道的忠义道风的细节跟故事啊，希望大家喜欢啊，也给后学学习的机会，也借这个机会啊，跟海外的各位众道亲。各位众前贤，大家互报平安，好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所有的道亲，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疫情过后，我们不停止我们的脚步，用菩萨的心走在红尘世上，与众生为伍。所以我们这句话还是要重复一次：众生因我们得救，我们也因为众生众生成就。相约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莫忘加入TCDY， 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共同大家互相鼓励啊！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上直播的原因，第一个是被逼的啊，第二个是有人要说来讲这个前辈的精神，第三个也是借机会跟大家问好啊！道亲都在千里外。都在千里外，好久不见，你回不来，我回不去，那就借一个直播，彼此问个安，说个好，祝大家平安，大悟宏展，谢谢大家。好，那也欢迎这个影片分享、按赞出去，然后下个月还有一期马不停蹄继续支持，准时收看。那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各位。